这个人这么人太多了，你别紧张。好，乳过性生活了是吧？这是小阴唇，你小阴唇确实很大。小阴唇这边是肥大的，就跟你吃个大蒜一样，你亲也得亲得下去是吧？这位躺在病床上的是我，而我在面诊的项目是小阴唇切割，是这几年兴起的整形中的一种。全世界都一样，上升最快的私密整形手术是小阴唇整形。This is what your vagina looks like. I've got a designer vagina. Cosmetic surgery is a labia minoroplasty. 第一次听说私密整形这几个字，就已经让我下身隐隐作痛了。先不说有没有这个必要，我最不解的是，什么时候看不见的地方也需要整形了？为什么有人会为它买单？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我自己去做一次私密整形。有些东西自己一个人看有点太刺激了，所以我决定叫上我的2个同事一起。我想先了解一下私密整形都有哪些门类。私密漂红、激光紧缩阴道、小阴唇手术。小阴唇是哪里啊？这里就是外面就是小阴唇。我是来自上海第9人民医院整复外科的马增香医师。一般就是在大阴唇以内，它里面的2条相对比较薄的就是小阴唇。超出正常范围称为阴唇肥大，可以通过小阴唇手术得到有效的矫正，切除部分皮肤。在私密整形的项目里，小阴唇切割是为数不多需要开刀的，听着就下身一紧，疼痛难顶。但是在医美平台上，它像一个能够收获爱情的3分钟无痛小手术。立即购买就算了吧，电话吗？直接跟他们打电话。喂，你好，小阴唇整形是吧？对。这个是很常规的手术，有很多人做的人非常多，它不规则的话就要做呀。那的确呢，是有些女性她由于先天的发育各种原因，她阴唇是比较肥大。近几年呢，由于这个网络宣传啊等等，那就有一部分就是本身长得其实还可以的，可能传统审美吧，她就希望变得更小。做完以后更好看，大家女孩子都是爱美的嘛，咱们会结合中美私密美学标准、美学标准和美学标准，因为它不是说完全切掉就好看。如果我想要特定的形状可以吗？比如说心形。因为我们是需要面诊才能确定手术方案的，那你可以过来面诊一下。过来体验什么项目的呢？私密项目。做私密。你呀？沟通的过程的话，就最好不要拍照，好吧？可以考虑去其他机构看一下。怎么可能他也进去拍你私密呢？好啊，那我不带了。刚那家医院不允许我们拍摄，我们可以正式的申请走一个媒体通道，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所准备。我觉得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真实的场景。上去沟通拍摄，连着被拒绝几次之后，我意识到与其遮遮掩掩，不如直接承认自己是个自带流量的博主，看看有没有可能拍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博主，所以我会带我的摄影师来。好。你好，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博主，我来做这个是就是对，然后给我的粉丝看。这样子的，我们自己的也有接待过一些网红啊一样的。那你私密，我给你咨询的话，他在这边没关系吧？没关系，他是我男朋友。那就那你私密，你是觉得是形态不好看，还是松紧的问题？松紧的问题倒还好，因为我没有，应该还好吧？还好吗？松紧的问题。走吧。好的。你这样你是裤子脱掉1条腿。人太多了。这样你要再好，脱掉。好，没问题。最后你这个衣服上一点。上一点。好。干嘛？什么事儿？我们在检查。有过性生活了是吧？打开一点。你别紧张。好。你现在想学一下解剖知识吗？我拿镜子你看一下。这个是小阴唇，看到了吗？所以我的小阴唇是需要做那个手术的。是肥大的。对，你看你出来，
小阴唇的大小跟宽度它差异是非常大的，它可以从0.2、0.3到6.0、7.0厘米。固定说哪一个才是标准的，才是正常的，那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不太负责任。前2天我做了一个女的，就是的，她老公就很委婉的告诉她，你去找个医生给你看一看，能做手术。因为现在很多女性对私密要求很高。我就跟她讲了，我说这个老公还是很爱她的，也希望有些生活，但是这个地方太难看了。我说就跟你吃个大蒜一样的，你亲也得亲得下去，是吧？医生的种种评论让我有种屈辱感，躺下之后，心理防线崩塌了一半。你有没有觉得刚才那个医院有一点让人不适啊？就对他们来说，就是你赶紧脱裤子，赶紧腿张开，赶紧看，看完以后赶紧交钱，就给我这种感觉。是这样子的，我有些私密的问题方便他在查问的吧？方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小阴唇是可以做的。是您觉得是做这个手术比较好，做一个那个切除？对人家的需求影响你生活了，影响生活质量了。你说单纯因为不好看，那这可以是手术指征了。因为我们平常见的比较多嘛，我们做手术都拍照，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日常见到的。其实你仔细看，觉得其实都很好。就是正常的话，它也有很多的形状。但如果说都有各种形状，那我为什么还要做这个手术呢？当你比如说你的女孩子脸型是个方形脸，或者是一个大圆脸的话，它像变成一个鹅蛋脸和瓜子脸，要好看就需要做了。但是这确实是像女孩子第2张脸一样。女孩子第2张脸。医生的话让我觉得，我身上的任何部位都可以被审视。来之前，我没觉得自己的私处不好看，但是现在我开始想，我是不是真的不正常？我开始有点焦虑。其实被一个医生这样下定义，我是有点不甘心的。为了给自己的私处一个交代，我决定再去一家医院。好，谢谢。就我们也背一个小红书啊什么的，比如我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从正面拍我的脸，然后他的体位躺在这里就 OK 了。看你的小阴唇，好吧？对，小阴唇这边是很大的，看到吗？看到了。这一款呢是介绍看一下这个阴道的松紧度，见证它的压力，用力夹紧，放松，用力夹紧。轻度的一个松弛，它还没有一个达到一个中重度的松弛。想问问医生，我需不需要做小阴唇手术？你的小阴唇大概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形态，也就是色素比较沉着的地方，我们是要去掉的，好吗？也就是你自己本身粉的颜色呢，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的。你看做完了，它粉的颜色就可以在外面了。哦，这是刚做完，对，刚做完了。就是发育以后，这个性激素的影响，会阴部的这个颜色本身就要比身上要深的，但这个就是一个误区。现在要来做漂红的非常非常多。另外的话，我们就是做的一个弧形的一个柳叶状的一个小阴唇，就类似于像这样的柳叶状的一个图。你看一下啊，这个人我标注的是6月22号做的私密，然后它下面的小阴赘皮是不是没有啦？然后小阴唇看不到疤痕吧？主任，能不能麻烦你把我4点10分给我发的下面之前的那个照片再发我一下？因为那天你发我之后，我先瞅，当时就把聊天记录给清空了，再发我一遍吧，对比一下，因为现在真的很好看。医生前前后后一共给我看了4个买家秀，积极地向我展示精致私处是什么样的。在我眼里，这个女孩的术前照片没有任何问题，但似乎她已经对自己原来的私处产生抵触情绪了。在这种情绪下，对私密整形产生了依赖。其实人整形很多，表面上看上去是对外观的一个要求，那很多其实是一个情感需求。你如果把你这个情感需求完全灌注在这个手术上，就无论结果是什么样的，都不会有太满意的结果。你去看看这个吧，都是我的顾客给我送的。但是因为美观程度来送进去的，还有更多的是不是舒服，是紧致。其实我们做这样的手术不是幸福一个人的问题，就已婚已育的顾客的话，她老公觉得确实改善蛮大的，大部分是老公送的比较多一些。救命！我们也做这种阴道紧缩的手术，那我们术后都会回访一下，你自己觉得性生活怎么样，满不满意？凡是做了手术的，基本上都说伴侣满意，自己差别并不大。其实最大的性器官是大脑，对人来说。阴蒂是什么？明白吗？就是女人性生活的敏感度，希望把这个地方给你打开。哦，对，大阴唇这个地方可以从填充了，也不饱满一点。脂肪填一下，饱满一下，是一个处女膜。处女膜修复哦。如果按照你就是下面整体美观度来说，这个都应该去做。
所有医生都会建议我做个套餐，从整体美观度和幸福生活的角度出发，把私处能整的地方都整一遍。回来之后，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我一共去了5家医院，和医生看诊和销售沟通的时间分别是如下。除了去第2家医院看诊不成功以外，我和销售沟通的时间是真正看诊时间的2倍。他们可以快速的给我的私处盖章定论，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向我推销项目。所以我当然没有踏上手术台那一步。伴随整个过程的不适感，让我决定在这里停止。这几天经过各种言语的洗礼，我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样本，所以我决定邀请我的同事去看看。我们办公室一共出动了6位，她们都是成年女性，并认为和自己的私处相处的挺好。她们也会咨询私密整形。以下是医生的判断：小阴唇很大，小阴唇有点太大，阴唇的皮的长度有点长，不够饱满，瘪了一点。对小姑娘来说偏黑，全都是这种粉嫩颜色的比较好看，不够漂亮。这个太长了，脊椎里面的松紧度，一定要通过小手术给它做一下。我们发现，不管样本的情况如何，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并且总有一款私处项目适合你。现在这个行业呢太乱，就是皮美容院和这个打黑针都乱，大部分是非医疗专业的人在做私密。与此同时，这个还没有形成规范的行业正在飞速增长。数据显示，相较于2018年，2020年增长了66%。在所有项目中，私密整形增速靠前。在体验过程中，我们也忍不住好奇，都是谁？为什么在为私密整形买单呢？我们很多客户的话，他们是学生，没有结婚，有男朋友的，有没有生育过，有没有这种流产史啊？是男朋友就说他送的。很多就是刚成年来做的，18岁以后都是自己过来做，如果是18岁之前，是父母带着过来做。做的他们关注的是品质度的问题。妈妈那个年龄的来的话呢，松弛之后整体来去做了。在我们上一辈，因为女性她生产就很多，就像子宫下垂，其实看到很多的，有的都垂到外面来了，但是这些都不会让外人看到的，就是大家都觉得，以前我姥姥我奶奶生了8、9个都没问题吗？他们真的没问题吗？没人关心。那另外一面呢，现在有些就很好的，他非要做到就那种，就任何一件事情它存在，我觉得都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就目前的确做的有点过。谢谢你看到这里，我是这期的编导小江，这也是我的第1支片子。因为题材比较特殊，所以我既是编导又是卡司。最初和客服打电话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现在生活水平上升了，女孩子对自己的要求变高了，私密整形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步。有一瞬间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跟上一辈相比，我们的选择更多了。面诊之后，我开始反问自己，我真的有选择的权利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所谓的新时代的我们和上一辈的女性其实有一些微妙的重合。不管是谈性色变、对私密问题羞于开口的妈妈辈们，还是在私处外观上追求完美的我们，是不是都无法正确的面对自己的需求和问题呢？其实任何事情都有它存在的必要，在能够甄别信息、了解风险的前提下，整形是自己的选择。但不管怎样，把人生希望寄托在这上面是不可取的。关于私密整形，你还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